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所以先前情提要一下，这部影片我原本是打算除了讲解突厥语系之外，也会一并讲解土耳其语跟亚塞拜然语的差异。但我后来还是觉得，一部影片只需要专注做一个主题就好。如果硬塞两种主题的话，会让影片看起来有点没重点，进而影响到影片流量。所以这部影片的主题将会聚焦在突厥语系上，土耳其语跟亚塞拜然语的影片聊一下制作。接着我们进入正片，祝大家观影愉快。在上回讲解哈萨克跟吉尔吉斯语的影片当中，提到目前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大的突厥语言就是土耳其语，而且土耳其跟突厥的关系，光从字面上来看就非常密切。刚好借由今天这部影片，想要来带大家好好认识一下突厥语系，以及了解突厥语系具备哪三大特征。突厥语系涵盖范围广大，使用人口高达约3亿人，主要分布于西伯利亚、中亚、西亚以及新疆。不过这边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述突厥语系的分布地区，因为我个人比较想要讲解突厥语言的特征。首先，突厥语言的语法结构跟日语、韩语以及其他印度语言，包含印地语、坦米尔语一样，都是 SOV 型，也就是动词会放在句子的最后面。例如，这是我喝水的土耳其文，可以看到喝这个动词被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后面。其他像是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与维吾尔文皆是如此。第二个特征就是突厥语言都是黏着语，黏着语是通过在词根连接特定功能的后缀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这些后缀会像积木一样组合起来，并形成一个承载复数、形容词、格位等语法意义的字。所以理论上可以透过不断粘贴后缀来创造出一个无限长的单字。至于日常生活当中是否用得上，就另当别论了。而最能够展示土耳其语强大黏着力的单字，应该就是这个经典的土耳其绕口令。光是从这个经典的长度，应该就可以见证到土耳其黏着语的极限。而这个单字的翻译就是：你们似乎属于那些我们无法将其转化为捷克斯洛伐克话的人。除了土耳其语之外，就连日语跟韩语都是黏着语，因此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土耳其语、日语以及韩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然而，如果有观众看过我那部讲解南北韩韩语差异的影片的话，应该就会知道阿尔泰语系目前不被学界认可。也就是说，即便这3门语言的语法逻辑类似，不代表这3门语言就隶属于同一种语系底下的亲戚。最后一个突厥语系最大的特征就是母音和谐，这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点。母音和谐就是当单字后面加上各种后缀之后，后缀里面的母音要随着字根的最后一个母音的发音来做出相应的变化。以土耳其语为例，土耳其语母音和谐有2大规则，第二个规则是前后和谐律，也就是根据母音在舌头上的发音位置，分为软母音与硬母音。软母音有 a、e、u， 硬母音有 a、o、u。如果字根的最后一个母音是软母音，那么后面接上的后缀的母音也必须要是软母音，反之亦然。例如土耳其语复数后缀有 ler 与 lar 土耳其语当中的房子 ev 的第一个母音是软母音的 a， 所以要搭配同为软母音的后缀。 ler eveler 而车子 araba 的第二个母音是硬母音 a， 所以要搭配同为硬母音的 lar arabalar。 第二个规则则是圆唇和谐律，顾名思义就是母音是否根据嘴唇的圆展形状分为圆唇母音与不圆唇母音。圆唇母音有 o、u、u， 不圆唇母音有 a、e。还是一样的规则，如果字根的最后一个母音是圆唇母音，那么后缀母音也必须要是圆唇母音，反之亦然。这边以土耳其语的第一人称单数所有个后缀为例，眼睛 göz 的第一个母音为圆唇音，因此要搭配同为圆唇音的后缀。gözüm 学校 okul 的第一个母音为圆唇音，因此要搭配同为圆唇音的后缀。okulum 而在不圆唇音的例子当中，房子 ev 的第一个母音为不圆唇音，因此要搭配同为不圆唇音的后缀。im evim 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语当中会根据母音和谐规则分成2种不同的后缀。第一种是2分形后缀，这种后缀只有低母音 a 跟 a， 因此只需要考虑舌头发音的位置，也就是单纯的2选1。第二种则是4分形后缀，这种后缀里面有高母音 i、u、u， 因为除了要考虑到舌头发音位置之外，还要考虑到是否有圆唇的发音特征。也就是说，4分形后缀同时遵循前后和谐律以及圆唇和谐律，一共排列组合出4种面貌：前舌加不圆唇的 im 前舌加圆唇的 hüm
后舌加不圆唇的， 음에, 后舌加圆唇的， 我的房子， elim, 我的眼睛， gözüm, 我的女儿， kızım, 我的儿子。 oğlum, 影片最后来讲解一下突厥语系的分支图，而突厥语系总共分为4大语支。乌古斯语支主要分布于西亚，为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语支，因为土耳其语就属于这个语支，还有亚塞拜然语、土库曼语也是。钦察语支主要分布于中亚，上一部影片的哈萨克跟吉尔吉斯语，以及俄罗斯的鞑靼语就属于这个语支。再来，我们稍微把镜头往南一点点，这边就是葛罗路语支的分布地，代表语言有乌兹别克以及新疆的维吾尔语。没有想到乌兹别克跟新疆距离这么远，这2个语言居然还是亲戚关系。只不过乌兹别克文使用拉丁字母，维吾尔文则是使用阿拉伯字母。最后我们进入寒冷的西伯利亚，也就是西伯利亚语支的分布地。雅库特语以及图瓦语就是该语支的2门代表语言。由于这2门语言都是在俄罗斯境内，因此这2门语言都是使用西里尔字母作为书写系统，当然也包括刚刚提到鞑靼语。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能对突厥语系有更多的认识。如果会考的话，我也不排除去制作介绍一整个语系的影片主题。像我自己私心就挺想做汉藏语系跟达罗毗荼语系的，还有欧洲3大语族，但我还是会做语言比较类型的影片，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订阅大家会分享。我打算有下部影片见，拜拜。